兄弟们，精神污染又来了！越南模拟恐怖 APTV 第5集也是终于更新了。如果没看过前4集的，建议去主页补课。我相似。我本以为前4集都够变态了，没想到这第5集相比前几集要更加的阴间，后劲儿更大。说实话，剪这片子的时候，全程我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没下去过。强烈建议艾特你胆儿肥的朋友一起观看。整集全程都是第一视角，说白了，屏幕前的你就是主角，手里攥着老式按键遥控器，刚开机没有花哨片头，直接弹出1号频道，满满当当的电视操作指南。咱跟着视角接着换台，2号频道干脆利落，直接黑屏显示无信号，切到3号频道，刺耳的雪花噪音瞬间炸耳。接下来又一个细思极恐的细节来了，操控电视的人摸索了老半天，才慢吞吞笨拙地把音量调低，正常人调音量几秒搞定，这人动作僵硬迟缓，根本不像健全人。这细节就铺垫主角身体应该有问题，或者是行动不便啥的。耐着性子继续切台，终于在4号频道稳住画面。APPV 一台的画面清晰弹出，当天节目即将收官，马上要切换12月8日的排期，唯独具体年份被刻意抹除。其实这张节目表堪称全片最绝的片数，真假参半，里面大半节目都是上世纪90年代越南真实引进的正版内容，全是实打实的真节目，这里是挑不出毛病。像90年代引进的巴西肥皂剧小女佣，墨西哥经典剧集妇人也会哭，还有专门寻访越战失踪士兵烈士遗骸的纪实节目寻找失踪战友，全是现实中真实播出的内容。就在这些正经怀旧节目里，伪神翁偷偷掺了一堆完全虚构的阴间节目，全是凭空捏造。最吓人的点来了，一堆真实怀旧内容裹着虚假诡异节目，专门麻痹观众认知。谁深夜看电视看到这种正经节目表，都会下意识觉得安全无害，殊不知已经一步步掉进恶灵部下的心理陷阱。这洗脑手段真的太狠了。节目预告播放完毕，时间直接跳转到12月8日5号频道 APTV2 正式开播，一档看似正经的科普纪录片《科学与奥秘》上线。画面里出现一位气质温婉、长相神似 TVB 女星陈慧珊的女人，对着心理医生疯狂倾诉自己的遭遇。整整2个月，她夜夜被噩梦纠缠，梦里总有一个面目狰狞的恐怖男人，不停逼她打开电视机，长期失眠让她精神濒临崩溃。医生听完倾诉，立马掏出一块老式怀表，让女人死死盯住表盘中心，反复强调一句洗脑台词：接下来你看到的所有东西全都是幻觉，千万别当真。这话其实不只说给女主听，更是隔着屏幕给所有观众洗脑。只要你相信所见皆幻觉，就等于主动卸下所有防备，放弃独立思考，彻底沦为恶灵的玩物。女人慢慢开始放空意识，彻底进入催眠状态。就在她双眼闭合的瞬间，诡异的事儿来了。一个黑影悄无声息出现在医生身后，仔细看就是前4集里出现的穿着黑裤子蓝衬衣的伪神翁。接着镜头一转，椅子上的女人竟然凭空消失了。更诡异的是，刚刚的医生直接变成一尊面无表情的木偶，心脏不好的真能被这波操作拿捏住。可还没等观众缓过神，消失的女人又突然出现，语气平静地说，纠缠自己2个月的噩梦彻底消失了。医生听完露出欣慰微笑，看似治疗圆满成功，实则杀机暗藏。镜头拉近，细节拉满，医生脖子上的项链悄无声息变成了伪神翁专属的骷髅吊坠。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，医生早就被恶灵附身，全程都是一场骗人的表演。紧接着画面插入催眠术科普旁白，还配上3张欧洲真实的古老催眠油画，其中第2张的构图和经典恐怖游戏《甜蜜之家》高度重合，全是导演埋下的联动彩蛋，看似科普知识，实则继续麻痹观众，降低所有人的警惕心。咱再扒一个关键设定，这台电视总共就5个频道，1号频道固定是操作指南，压根播放不了任何节目。说白了，能看内容的就4个频道。就在来回换台的空档之前，一直无信号的2号频道突然接通画面，屏幕直接切换成深夜病房的实时监控，时间精准定格在12月7日23点52分。监控画面里，病床上躺着一位正在输液的女病人，床边摆着氧气瓶，妥妥的重症卧床患者。最瘆人的是墙边阴影处有一团模糊的人形污渍，死死嵌在墙体里，看着就像有个人常年贴在墙上，阴魂不散。切回3号频道，之前只是刺耳雪花噪点，此刻整片屏幕被染成血红色，漫天血红雪花疯狂闪烁，噪音变得尖锐诡异，看得人浑身发毛。好不容易到了4号频道，看似是普通电视无信号画面，但仔细听背景音，能捕捉到微弱又压抑的人类呜咽声。
接着画面又调到了5号频道，接连播放2大国内网友耳熟能详的都市传说魔改广告。第一条是1986年日本经典诅咒纸巾广告魔改版，原版广告当年就因为氛围诡异、曲风阴森，被无数观众投诉紧急下架，坊间谣言满天飞。而 APTV 魔改后的版本，歌词彻底黑化，句句都是死亡预警，开窗坠落，血流成河，坠入地狱，永世不见天光，全程灌输死亡暗示。紧接着播放的第2条广告更是童年阴影天花板。1993年香港广九铁路闹鬼火车广告，网传6个小孩拍戏，播出时凭空多出第7个诡异人影，参演人员接连遭遇不测，当年轰动全港。但在这部短片里，这则广告表达的队伍里凭空多出的陌生人，完美对应伪神翁的核心能力，悄无声息混入正常画面，附身人类躯体，藏在人群里，肉眼根本分辨不出异常。广告过后接入少儿动画栏目给阿妈的礼物，原版是越南官方出品的温馨亲子短片，画风治愈，主打亲情。可到了 APTV 阴间版本里，彻底被魔改的面目全非，阴气十足。剧情改成小女孩生日收到彩铅，许诺给妈妈画画，看似温情满满。可深夜母女熟睡后，彩铅盒自主开启，硬生生叫醒熟睡的小女孩，不停怂恿她推开窗户，走向漆黑阳台，全程诱导自杀。估计主角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继续开始换台。就在反复切换频道的过程中，2号频道的病房监控再次刷新，原本躺在床上的重症女病人直接凭空消失。更诡异的是，之前墙上那个人形阴影也消失了。疯狂切台跳转后，监控画面这时切换到医院中庭空地，消失的女病人赫然趴在地面上。看到这儿，我觉得应该是她被深度催眠，彻底丧失自主意识，硬生生从病房跳楼了。这就是她苦苦期盼的终结噩梦，代价就是付出整条性命。还没等观众消化完惊悚画面，离谱的一幕又出现了。镜头刷新，地上的病人躯体竟然原地旋转180度掉了个头，再次换频道，地上的女人凭空消失了，地面干干净净，连一滴血迹都没有，完全超脱现实逻辑。看到这儿，大伙肯定懵了，人到底死没死？别急，终极反转马上揭晓。刚刚跳楼飞升的病人居然安安稳稳躺回病床上，和出事之前一模一样。护士拿起遥控器，镜头直接对准屏幕外的我们。说白了，护士看的不是电视，而是正在观看视频的每一位观众。随后护士面无表情放下遥控器，机械僵硬地走出病房，全程没有多余动作，彻底沦为恶灵的工具人。只要离开镜头范围，大概率也是难逃一死。等病房彻底无人，没有任何干扰后，伪神翁也摊牌了，不再伪装，彻底放开手脚。监控画面最后一次刷新，病床上的女病人直接身首异处，躯体分离，惨烈至极。下一秒，监控信号直接中断， APTV 第5集正片戛然而止。看到这所有伏笔全部闭环。开篇动作迟缓笨拙调台的操作者根本不是外人，就是这位卧床重症女病人，常年患病，行动不便，所以调音量换台的动作才会格外僵硬缓慢。这个开局小细节直接串联起整部剧情。还有大家最疑惑的问题，病人坠楼后病房空无一人，电视为啥还在自动换台？其实从病人被催眠的那一刻起，遥控器的掌控权就彻底移交到伪神翁手里。后期所有自动换台、频道跳转全是恶灵在暗中操控，病人自始至终都是被摆布的棋子。其实这个第5集的结局是有2层深意，第一层是病人的代价，2个月的噩梦折磨让他濒临崩溃，极度渴望解脱。伪神翁精准拿捏他的弱点，看似帮他终结噩梦，实则等价交换拿走了他的整条性命。世间从来没有免费的救赎，所有不用努力就能得到的解脱，背后都标着你付不起的代价。人越是身处绝望，深陷痛苦，越容易盲目抓住眼前的虚假希望，忽略背后的致命陷阱，这也是普通人最容易踩的人性弱点。第2层是伪神翁的代价，对比前4季能明显看出他的实力在飞速暴涨。第4集还需要诱骗观众主动打电话，亲口说出愿望才能下手。这一集直接靠电视节目远程催眠，无接触收割人命，甚至扩张到海外圈层。他不断猎杀人类，收集冤魂，积攒力量，想要彻底挣脱电视载体，摆脱束缚，复仇雪恨。但对应的代价就是他彻底坠入恶念深渊，只能靠杀戮变强，永远被困在仇恨与怨念里，永世不得解脱，走上一条彻底无法回头的绝路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